我趁俺对象睡午觉功夫，把他家传这块老医院拿出来了，你帮忙看看值不值500万？值不值500万？你这个是大清玄山短须龙，无论它能值多少钱，关键是你这做法不对啊！你不能趁他睡午觉的功夫，你给他拿出来卖了啊！我这不是卖，你误会我所表达的意思了。我今天来找你，就想知道这块医院怎么样，是不是很稀少？说实话，这种短须龙是样币，像我们收银员这么多年，真币还没有见过。你要是单看呆字这一面，和我们常见的大清玄山没什么区别，但是反过来看这一面就厉害了，因为样币当时铸造量极其少，所以你放到现在，动辄几百万，有的上千万。听你这么一说，我心情瞬间好多了。我以为俺对象忽悠我嘞，这咋能想？他一个普通家庭，有那么贵重的医院？你这质疑这句话是对的，一般普通家庭根本不会有这种样币。样币在过去造币厂未大量发行铸造之前，提前做出来的样品通常都是10枚左右。造币厂会拿着这些样币去找最高的统治者。你像宣统3年是溥仪，当家的自然是光绪的媳妇儿。他看完之后会留下1块2块，那剩下的都放造币厂了。由于历史的原因，像战乱因为银元在当时它就是钱所以好巧不巧的流入民间了，就像现在一样，把它收藏起来了。你像咱中国这么大，人口又这么多，它就像大海捞针一样烧，自然它就贵了。你说的太好了。俺对象家里面特别穷，他说以后就靠这块银元让我过上好日子。唯一就是他天天在家打游戏，不知道上进，还得靠我一个人的工资维持生活。幸好有这块值钱银元，要不然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其实我觉得你们女孩子找对象，人是很关键的一个参考，因为将来你要和人结婚，在一起过日子，首先他绝对不能懒惰，要有上进心，而不是看重他的银元能值多少钱啊。我明白你的意思，就是我们2个在一起很长时间了，想这几百万的银元卖了，还能维持好一阵子嘞。几百万花一阵子，首先你这思想绝对有问题，宁可信这世上有鬼，绝对不能相信撒谎男人的嘴。他说这个银元能值几百万，他都值几百万吗？刚才不是你也说了吗？能值几百万？我是说了，傻姑娘，只有真币才值几百万啊！刚才已经给你介绍过了，像这种短须龙的样币它的存世量在大清玄山样币里边，据我所知是最少的，已经入盒的只有几枚而已。历届拍卖都是大几百万，但是你这个品相各方面状态也不差，看一下它的龙鳞。你看一下，这就是未流通的状态，新的就像才做出来似的。实话实说，依我看，这个银元除了是银的之外，壁面各方面我看着很不舒服，尤其是它这个压力，各方面都不行。边齿我看着还没有这个袁大头的边齿硬。我给你断定的话，是真银假币1枚200块钱吧？200块还是200万？200块。你这说的怎么颠覆我认知了？这好的银元咋变成真银假币了嘞？这话你得去问的对象了。我告诉你，像这种真银假币其实市面上有造币厂在卖，基本上都是卖26.8克的银子价，在我们行内被称为学习币。因为真币几百万上千万也买不起，买这些都是大多数至于之乐吧。那你这样说的话，俺对象忽悠我了，天天给我画大饼，给我造以后的梦，这弄半天200块钱的东西所以说，像你们这个年龄的女孩子找对象一定要擦亮眼睛。年轻人可以没钱，但绝不能没有上进心，更不能以假乱真忽悠人。所以不要被外表标签所蒙蔽了，最起码他得是个潜力股吧。只有靠努力奋斗，将来才能挣钱，给你一个好未来。银元还给他拿回去，还还给他。我回去得好好问他，看他怎么说。谢谢你了不用客气，不用客气。我结婚，俺同学送给我一块银元，他说可以当什么传家宝，我咋感觉像忽悠我嘞？这个结婚送银元寓意挺好的，具体能不能当传家宝，得看啥的银元。来，我看是啥的。我看着颜色怪怪的人家银元都是白白的，他这看起来黄不拉几的，我老公直接说是假的。你这个是典型的还财宝匠假倒是不假，这银元这都是一眼开门的。不假，我看着颜色也怪怪的，就像刷了一层漆一样。这哪是刷一层漆，这分明是银元自然氧化的包浆。你看皮壳给的是 AU97，这种包浆你一看着别扭，在我们眼里这都是最好的包浆。你这还是一块9年精发，送给你这个银元可以当传家宝。
你说的怪轻巧，我老公家以前也有，他说好像也就几十块钱一个吧。主要是外面的这种颜色，越看心里越难受，就像掉粪坑了。你主要是对银元不懂，这是银元的五彩宝浆，并非什么掉粪坑之类的。我老公说不值啥钱，我这心里也难受啊。哎呀，跟你说实话啊，70块钱一个的银元现在也买不来。70块钱一个的价钱，那是70年前的市场价。你现在按银子价算，这一个银元也得100大几。但是你这银元又不是有瑕疵的，这么好的包浆，又已经平你入盒，而且还是一个好版酒精，肯定是能值钱的。说实话吧，我这个同学啊，心机有点重。平时嘞又喜欢赚别人的便宜。我总感觉啊，他想忽悠我。前几年他结婚的时候，我给他1000块钱。礼尚往来很正常。你这结婚，他这也不是给你一块银元了吗？他陆陆续续生俩孩子，我又给他拿2000嘞。哎呀，拿多少钱都无所谓，你将来生孩子，人家肯定也要给你随份子。按照咱们这边的规矩，只要人家不少给你拿钱就行了，你也不要把别人想太坏就行了。既然你都这样说了，那你帮我看看能值多少钱吧。哎呀，我感觉你这也不吃亏，因为啥呢？这个银元状态它在这放着嘞。不吃亏就行，万一吃亏了，我在心里难受好几天。绝对是不吃亏。被你不看好了这个包浆正是你这块银元的优点。一般像这种带彩的银元，现在很多人都特别喜欢收藏，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它少物以稀为贵。一般100块里边，说实话，常见的银元像这种带彩的，它只有1块。你这个彩，而且比较特别。你看这原像这一面，它这个彩分布的比较均匀。嘉禾这一面，你看它又是环彩，算是可遇不可求的状态。另外，你这也不是一块普通的这个冤大头，9年的精发。精发呢，主要是看它这个发丝。你看你这个发丝可以说是钢丝发，一根一根的，看得很清楚。壁面整体也没有特别的流通痕迹。虽然说皮盒没给分吧，但是97的状态比我们常见的92要强太多了。你按照目前的状态，我给你估价的话，4000块钱还是有的。4000？对。听到你这估价我就放心了。你都不知道，我老公天天在家嘟囔我，说这是假银元之类的，我都对俺这个同学产生质疑了。产生质疑完全是因为你们不懂。你可以找这个专业人士帮你们看看就放心了。另外，像你们这都是同学一场的关系，那同学也不可能忽悠你，完全是你们想太多了。那同学说的没错，这个银元的状态究竟说实话，我看这是各方面都不错，给孩子留着当个传家宝。随时随地不想留说实话都可以随时变现换钱。这个冬天盒子比较脆，拿的时候千万别摔着碰着了就行了。那中，谢谢你老板。没事没事。俺家加上了8块老银元有人竟然一下子给俺出价80万，看看亏不亏？哎呀，这8块银元我看真假没问题里边这一块包浆怪怪的。哇塞，这还不是一般的银元了，湖北加本省2字。这个银元如果对的话，这绝对不便宜。你这个银元最难看，因为放在最下面，都和俺家的贴都粘一块了。越是难看的银元，有时候越有价值，相当于是人不可貌相嘛。你这8块银元是5种不同的币种。如果有人一下子给你出80万的话，我认为不亏，可以变现给他。我有一个问题，我一直没搞明白，就这一点银子，它凭啥值80万？我很好奇。哎呀，你要是平常的银元，就像这种大头传羊占人，对吧？你都是按个算的，它是不按银子的总量，给你80万。主要是你这里边有一块这个湖北加本省加字。这个刚才我都说了很难看，俺妈说差点把它给加工成银首饰，我现在看着也可别扭。这个内行看门道，外行看热闹。你这个湖北龙，虽说外边沾了有铁锈，这看起来表面难看，但是你这8块银元里边唯独缺了它，说实话还真值不了80万。说实话，这剩下的这几块，这都是平常我们常见的银元。你这一说，我想起来了。他每次给我打电话都特别关心那2个带龙的银元。然后叮嘱我跟我说，拿的时候千万别摔着了。
这个他说的很对，无论什么样的医院，最忌讳的就是磕着摔着。就像好好的医院，它一磕一摔之后啊，品相就变差了，直接就影响它的价值。俺妈她之前也买过医院，好像也都一块几百块钱。这传到我手里面咋变恁贵？我上网上查也没查出来啥门道。因为你对医院不懂，害怕卖亏的心理啊，有怀疑很正常。就好比你这个湖北龙嘛，你说它外边真难看，这壁面上粘的有铁锈，加本生这两个字啊，就显示出来。说实话，一个生字，你看本字完全被这个铁锈给覆盖住了。你这和普通的湖北龙一比较，几乎没什么区别。你像普通的湖北龙，也就2-3千块钱嘛。对，我查的价格也是2-3千、3-4千。这一下子咋可能变成10万一个嘞？我也是百思不得其解。你看着能值多少钱吗？百思不得其解就对了。湖北龙和湖北本省价格区别巨大，你正常的湖北也就几千块钱的样子而已。但是加本省2个字，说实话它就贵了。因为湖北加本省2字的医院啊，是属于市主币，当初设计发行的本意啊，就是在湖北本省内流通发行。但是无论你在哪里啊，这个人啊是流动的，这些医院肯定也是跟着人要流动，所以当时施主之后啊，短暂的流通之后又给回收了，把本省2个字去掉，才发行了我们现在常见的湖北龙。贵就贵在这一个字儿少，大概存世量现在也就是个位数吧。别说80万了，看你这个品相，四面这一块你看带点彩，略有这个滑丝，龙面这一块有小范围的这个铁锈，但是整体品相非常好，可以说是正儿八经的未流通状态。你别说80万了，是真的800万也值啊！值800万，对，我明白了，这剩下的全都是普通医院，就这一块才是大针。那为啥别人不告诉我嘞？别人为啥不告诉你？你问这个问题我也没法回答你。如果别人告诉你的话，估计你也不会卖给他了。这毕竟啊，你这个湖北家字也不是普通的医院，你像这种冤大头啊、赞人啊，这价格都非常透明，一块利润也就几十块钱。毕竟这东西啊，你这个是如果是真对的，那说实话确实是上百万的东西，甚至几百万。我明白了，看来是我愚昧了。那最后再问你一下，这咋样才能卖几百万嘞？哎呀，这个简单。大针级别的，他这种裸币，肯定是没有人掏那么多钱玩裸币的。你得拿到那个 PCGS 入个盒，无论是否有分，只要能进盒，有 PCGS 给你做背书，说实话，你就轻而易举的就能换成钱了。懂了，谢谢老板的鉴定估价啊。没事，谢谢了。没事。我感觉我这一次遇到骗子了，2000块钱换了4块银元，都这我还不知道是真的是假的。2000块钱买了4块银元。不过你这买的价钱确实很便宜，来我看看啥的医院。我就感觉也太便宜了，便宜的连我自己都不敢相信。哦，这种医院，别人不是说一块都能值好几千吗？就像我们国内的龙样，确实一个好几千，品相好了也有上万的。而你这4块，这都是常见的营养做样，很便宜。都说便宜没好货，几百块钱一块的话，会不会是假货呀？假倒是谈不上假，你这4块都已经评级入盒了，这搁着盒子看。真假首先没啥问题 ，XF、AU 都是流通过的品相，你这应该是对银元不懂，不然也不会怀疑这4块银元是假的了。我是怀疑卖银元这人，你都不知道我们俩是怎么认识的。有一天我的手机卡多充了50块钱，电话那头约我见了一面，互留了联系方式，不好意思了，买了他4块银元。哎呀，你们俩还挺有缘分的，因为这个充话费竟然认识了。而你买了这4块银元，这也不亏啥钱啊。现在不是亏的事儿。我朋友看了，说这些银元都是假的。以前咱们就没有发现过带英文字母嘞。跟你说实话吧，这2种银元确实都不是咱们这边发行的。这种鹰样，说实话，它是墨西哥发行的；做样是法国发行的。在晚清的时候啊，都已经流到我们这个国家了，因为他们是全世界流通，这上面标注了英文也太正常了。你不能说带英文它都是假的呀。给你说实话吧，我在网上已经付鉴定费了北京有一家孤儿公司，我花了680块钱鉴定为假币，而且还给我出具了一个电子书。你这番操作啊，令我很不解啊。说句不好听的，你这阴阳做样价格还没你的鉴定费贵嘞。我不掏那么多钱，要不然我咋会知道它是假的呀？你这花680块钱花了冤枉啊！明明是真币，却给你鉴定成假币，而且还给那么高的费用，看来真是把你当小白了。你这是典型的花了钱，你还不知道真假。
你说的我好像上当了似的。对，你帮我看看，能值多少钱吗？你确实是上当了，因为这个银元鉴定真假啊，它只有一种方式，就是评级如何。网上那些给你出的什么鉴定报告，那纯粹是忽悠人。你像国外的 PCGS、NGC， 国内的公博等，这都是被大家所认可了呀。至于你这4块银元能值多少钱，说明你这2000块钱啊，买的它只是它的一个市场价而已。你像现在这种阴阳做样，它是属于国外的银元。首先它这个发行量比较多，从晚清那个时候开始，是正儿八经银元里边发行最早的，而且持续时间也是比较长。然后就是它这个银元啊，基础不太好，毕竟啊，这都是国外的银元，玩家的话比较小众，大多数啊都是刚开始玩的这个常有，所以这个流通啊，它也算是流通不起来。具体看你这4块的话，首先看这2个做样吧，这都是通货品相，45分的原味状态，大概也就是一块400-500的样子吧。然后这2个阴阳状态更漂亮一些，你看这壁面多少带光，而且分值也很高，大概也就是600-700的样子吧。不会吧？你这鉴定结果那么干脆直接，对，相当于我是买的不假还不贵，对。另外花钱鉴定买了个寂寞。你说的很对。首先，你这4块银元真假是没啥问题，仔细对比官网的话，说实话咱们都能对比出来。然后就是价格买的确实不贵，符合现在的市场行情。最后就是你那个在网上找的那个所谓的鉴定，那都是不靠谱的，专门忽悠你这种小白。以后啊，你可别再乱花钱了。明白了，谢谢老板。没事。老板，你看这是什么钱？黑不溜秋的，不会是假的吧？假的倒是谈不上，这种是过去的银元。这个黑不溜秋是它的这个包浆，你这东西都不知道是什么，这哪来的呀？我爸用压岁钱给我换嘞，1000多的压岁钱换一个这个，太可怜了。小朋友，你先不要悲哀啊！你爸给你用这个压岁钱换你的银元，这不得了。这个是龙阳3剑客之首的皂种，味道整体状态还都不错。我看你这也不吃亏啊！你想想，你爸是家长，他能忽悠你吗？我感觉被他忽悠全了，那好歹是1000多块钱的，想买什么可以随时买，我要他干什么？很有可能你爸为了避免你乱花钱，才把这个压岁钱给你换成银元。当时换的时候说的挺好，先用用，以后有钱了再还给我，这马上有1年了也没见还。很有可能啊，是你爸一忙把这事给忘了。无论怎么说吧，像你这么大年龄，你今年几岁了？10岁了啊！10岁的话还不懂如何去管理钱，如何去花钱。平时有什么需要啊，你可以跟爸妈妈要。这个手里一下子握1000多块钱，就怕你乱买东西给败光了。我才不乱买东西呢，我这1年也没花10块钱，即使花的话，我也花在刀日上。哎呦，我还真没看出来，你这年龄不大，说出来的话跟小大人似的。你的钱是咋花在这个刀日上的呀？咋花？就比如说这个大冬天的，天冷了，我要送给奶奶一顶帽子，这当然是要钱买啊。我听明白你的意思了，自己从不乱花钱，花也是花在有需要的事上。你这个想法挺好的。天冷知道给长辈买东西，完全可以把这个想法告诉父母，用他们的钱去办你的事儿，这结果是一样的。我感觉不一样，花我自己的钱我心里踏实。这时候我还有1000多的压岁钱呢。我知道你有，关键是你爸用这个银元不是给你换走了吗？让你奶奶戴上帽子暖和暖和，才是最主要的。趁今年星期6，我要买帽子，看它能值多少钱。行，我就先来给你估估价。这个造币种厂啊，你爸用1000多块钱给你换的，他是肯定吃大亏，因为造种平时并不常见，很有可能啊，你爸对这个银元也不懂，看银元的样子应该是你家里祖传下来的，基本上家传下来的，对他们的价格把握的都不精准。你像过去以前都用这个银元加工这个银首饰了，现在在龙阳里面，它是排在龙阳3剑客之首。我们个人家里其中有100块的话，才能有1个这种造种，所以在我们个人家里并不常见。然后就是你这个品相的话挺好，尤其是它这个龙鳞还算完整。造种主要是看它这个鼻子，鼻子也可以说是磨损极少，字口也没有偌大，尤其是中间的这个满纹，还都健在。最主要是你这个包浆非常不错。可以说是整体带点酱彩原味的吧，
因为我们个人家里的银元啊，基本上都有流通痕迹，你的这个也不例外哈。给你1万块钱，现在的市场价还是有的。我没听错吧？这个小小的东西能给1万块钱？你没有听错，这个小小的一块银疙瘩，现在它的市场价，就在1万左右。那我不能卖了。你要是几百块钱，我还能做个决定。这么多钱去买帽子、杀鸡用牛刀了。哈哈，你比喻的对，因为几十块钱的帽子，你去卖上万块钱的东西，确实是杀鸡用牛刀了。最关键的是，像这种银元啊，无论是什么样的，像你这个年龄啊，绝对都不能拿出来变现。这样子，你还把这个银元拿回去，以后想买什么呀，你还可以找爸爸妈妈直接要钱，千万不要再卖东西了，好吧？好。来，老板，你赶紧给我看看这2块银元啊！如果是假的呗，我立马都得给俺媳妇留个女。银元是真是假，和媳妇儿离婚有啥关系嘞？你这说的有点热。来，我看看你那啥银元。和我媳妇儿啊关系大了，她这是没有经过我的同意擅自借给别人钱，拿回来2块假银元糊弄我。假不假嘞？你先不要下决定。你这2块都是平级盒子币，我看真假是没啥问题。借给别人多少钱？一家伙借给他朋友2万块钱，这弄得手里1分钱都没有了。借2万块钱的话，你这也不吃亏啊。朋友拿给那媳妇儿这2个银元，状态都不错。64加的带彩传阳 UNC 97的大副1两，状态在这放着了。如果2-3个月不还钱，你直接给他变现就行了。呀，你说的怪轻巧，2万块钱那都是我们的血汗钱啊！这2块银元即使是真的，又能值多少钱嘞？银子稀烂便宜，这几十颗银子啊，也值不了多少钱。银子确实是很便宜，但是你这俩银元又不按银子卖，你怕啥呀？他朋友去金店问了，好像给的非常少，他不舍得卖。不舍得卖就对了。就像这种好品相的银元，有时候不能因为急用钱就便宜卖。如果你是玩银元的话，你给正常的市场价或者低于市场价也能接受，不舍得卖肯定是有原因的。他不舍得卖，主要是遇到俺那个傻媳妇儿了。如果我是他朋友的话，有人给我借钱，我肯定也很开心啊。话不能这样说，朋友之间相互帮忙多正常啊，说明那媳妇儿啊比较实在。太实在了也不好，就因为别人一句话，把自己手里家底儿都借出去了。这个钱你看借都借了，你也不必太抱怨。虽说那媳妇儿把那家的家当都借出去，足以说明那媳妇儿这个人的人品性好。他朋友借2万块钱，肯定也是遇到事儿了，不然也不会，对吧？他拿钱去帮他呀。哎，你再夸他也没啥用。咱俩说的问题就不在一条线上。你还是给我看看这2块银元值多少钱吧。行，那我就给你直入正题，给你估价让你放心。好，首先是这个 MS64的23年传阳，第一分值很高，相当于是这个亚军分了。比它高的分值并不多，足以说明这个状态非常好。确实是未流通的状态。第二，笔面你看带彩，这个薄了一层浅包浆吧，而且笔面你看前后都带转光，状态很喜欢人，大概3000块钱的样子吧。啥？才3000？对，这价钱不是闹着玩的吧？1块3000，2块6000，借出去2万，还倒赔1万4啊？赔钱倒是不至于。你先别急啊，我先给你吃个定心丸，因为这个剩下的这一块才是真正这个压轴的。你这个是入皮盒的 UNC 97的大副1两，这个就比较贵了。首先这个大副啊，它这个存世量比较少，比我们常见的那个赵忠、大清少一大半。入皮盒能给这个 UNC 啊，足以说明它这个状态不错。你细看细节的话，可能是因为这个笔面啊多少带点包浆，不然不会给到你97这个分值。因为镜面的地板，所以这个流通过的话，难免不会刮花。而你这个可以说是几乎没有流通痕迹，而且笔面你看多少还带点光，状态也是可遇不可求吧。就不凭你目前这块状态的话，我差不多能给你报到2万5左右。2万5？对。听到你这个估价，那我就放心了。哎，这心里啊，总算有底气了。这总算是不赔钱就行。赔钱倒是不至于，毕竟这俩银元啊，多少还是那媳妇儿朋友了。你想想，钱都借给他急用了，对吧？他也不可能忘恩负义的拿假币忽悠你们。东西没啥问题，如果他不还你钱的话，你随时可以拿这俩银元过来变现换钱。有你这一句话，我就放心了。谢谢老板。没事没事。
我感觉啊，我这一次再发财了啊！用200块钱换过来一件老酒壶，据说这个东西是袁世凯用过的。200块钱买回来一个酒壶，这看着也不像酒壶啊！你说谁家的酒壶这有2个口啊？俺朋友说了啊，他都不是酒壶的话，他得是个老古董。哎呀，不能别人说是啥你就认为是啥。这个东西看器型的话，这是文房里用的水滴研磨用的。你看水从这个地方注入进去，然后从这一头慢慢的渗出，东西看着挺别致，这古色古香的，200块钱买回来，这也没漏可见啊。你看你这话说的啊，我都已经花800块钱找天津的一个古董鉴定机构鉴定过了啊。他说了，现在市场价最少80万以上。我这激动2天都没睡着觉了。你这是典型的花钱买高兴，相当于是花800块钱鉴定出来一个没用的结果。绝对有用。他说了，又给我推荐一个更高级的专家。说的只要花1600，还可以再帮我鉴定一次。有可能啊，我卖100多万。你先打住吧，你先不要激动的太早。我花半分钟给你讲一下这些鉴定机构的套路啊。他们首先是利用你啥都不懂，又想捡大漏发大财的心理。你别说你拿这个水滴，他给你报几十万，你就随便现在去农村那破门破箱子上，取下来一个铜钱，他们也能告诉你值几十万。最简单的呀，就是你这个水滴，你是花200块钱买回来的，花800块钱鉴定，你图的啥嘞？还有你再花1600鉴定成值100多万，你在我这里你不花1分钱，我说它值200万，你说这有意义吗？老板，咱俩不抬杠啊！你是不知道我这个东西从哪儿来的啊？这是俺一个朋友欠我200块钱，我在他家桌子上拿的，经过他的同意，他说抵账了。你的朋友如果真有值几十万的东西啊，你说他随便会放桌子上吗？最起码那朋友这连啥都不知道，你说他会值钱吗？俺朋友不知道很正常啊，专家都说了啊，这个老酒壶啊，很有可能都是袁世凯用过的，绝对是精品中的精品。哎呀，看来你是对专家的话深信不疑了。那我就简单的给你来讲一下这个水滴。首先，专家说是酒壶，他这个鉴定啊站不住脚。还是那句话，你说谁家的酒壶这有2个口了，对吧？这里边得装多少酒，它够它漏了呀。再说了，你这个酒壶容积力那么小，这当酒壶的话，这不是来搞笑了吗？它既然不是酒壶的话，自然说实话，这个东西和袁世凯也没一丁点关系。过去人喝酒啊，只是装个样子而已啊，这是相当于修真的啊。专家是这样给我解释的，你看你们看法不一样而已。专家一口咬定了，说的这都是袁世凯用过的。你这个专家啊，很有可能就要打脸了。袁世凯是民国5年去世的，你这个水滴啊，你看上面，我刚才简单的看了一下，你看它标注的时间是民国16年，这生产日期和袁世凯去世啊，整整是相差了11年。你也不用太较真儿，我都怕他们给我报100万报低了，你看看你能给我报多少吧？你这个专家给你报了100万，这相当于是全宇宙最高了。刚才我就跟你说了，你这是文房用的水滴，首先属于民俗件，你放平时价格都不高。首先我看这个水滴啊，并不倒带，通过水滴这个包浆来看，应该是属于近代做旧而成，包浆不自然，包括它这个铜质，你看焊接的工艺比较明显。年限应该也就是最近这些年了，我个人看价钱的话，也就200块钱以内吧，高了估计也没有人要。你这个价钱估的真是奇葩。人家天津的专家给我100万，你给我200以内，对，你这不是往我身上泼凉水了吗？泼凉水倒不至于，这个说实话啊，我给你报的都是实价。你这个我感觉啊，你这个想卖100多万，你这是想发财。这出门有好多这个回收鉴定的，你找他们多看看，多问问，别再花钱了，别再花多冤枉钱了。老板，你不懂都算了，我去找。你再转转吧，再转转。我给俺村的这个发小介绍个媳妇儿，这上半年他们俩也结婚了。你看他这虚伪的送我50块银元。你给那发小介绍对象，算是他们的媒人，这个送给你银元，也算是对你表示感谢。来，我看都是啥样的银元。关键是我要这银元没用啊！还有就是我媳妇看了之后说这些银元应该是假的，叫我凶一顿。你先不要着急啊，我来仔细的帮你看看真假。你这些银元
这都是一眼开门的，真假没啥问题。大开门是啥意思啊？这看着怎么都是灰不露出呀？大开门就是我们行内的术语，意思啊就是看上去真假没问题，灰不露出，这就是银元上面的褒奖。这50块数量可不少啊，里边我看这还有龙样，这你这个发小出手挺阔绰啊。你阔绰啥？别提了。银元真假没问题的话，我还是有点担心啊，因为我发小啊去年借了我3万块钱。这事啊都赶到一起了，欠我的钱，还有感业费都在这里边嘞。这个总体上来说，你这不吃亏，毕竟这50块银元数量在这放着嘞。主要我不懂啊，我最害怕的就是吃亏啊。这个吃亏倒是谈不上，你那3万块钱，我就扣掉30块冤大头呗，你这妥妥的还剩下20多块其他的银元。再说了，现在一个媒人介绍个对象。你说谁家会大方的给你20块银元呢？因为我对这个银元不懂，暂时还不知道20块银元是什么概念。因为我是专业给别人介绍对象了，也没有固定的工作，每天来往各个村，开销也比较大。那你这样说的话，我就明白了。无论做啥行业啊，都不容易，开销大，给你好处费啊，这也都能理解。我现在也算是一个工作吧，有时候一个人当好几个人用。那这样说的话，我就明白了。像你给别人介绍对象，家长里短这都得了解清楚。这个有时候也不可能围着1、2个人转，有时候一个客户可能介绍好多次，说实话也不一定有合适的，对吧？还是老板理解我。咱俩就不闲谈了，你看看这一堆银元能卖多少钱吧？行，我给你细致的来算一下。就你这50块银元，大概分为2大类。第一种啊，就是数量比较多的这些冤大头啊、传阳啊，还有占人。它这个发行量啊，咋说呢？这大头就像3、8、9、10，我看了你这里边啊，没有8年，然后都是3、9、10年这些年份，这些发行量比较大。而你这些我看基本上都是这种带褒奖的传世品相，因为状态啊都流通过。品相大多数为通货状态，无伤无戳的话，47块的话也就给你按4万7吧。老板，你给我报了这个价格，可别是逗我了呀。没有。今天我全部端过来，我这就没想着拿走啊。放心吧，给你报的都是中规中矩的市场回收价，因为你对银元不懂。其实你这里边最贵的还是这些龙样，我就随便拿一块这个广东吧，这个笔面你看无伤无戳，也算是通货吧。这3块啊，这都是平时特别少见的龙样，品相又不是太差。你就按1块龙样兑换3块这个大头来看的话，轻轻松松你这3个卖个1万多，再加上47块这些大头，妥妥的6万块钱，这还是有了呀。6万的话确实太多了，所以说我给别人介绍对象吧，平时别人也会给个大红包之类的，但是也不至于给我3万啊。很有可能那朋友对这银元也不是太懂，基本上家里边一下子能留那么多银元了，都是家传下来了，他们对这个价格把握了呀，也不是太精准。不管怎么说吧，我这也不能赚我发小的便宜，你看着算吧，够3万5就行了。剩下的我也给他送回去。行，为了方便计算，我就给你直接数冤大头，35块冤大头，剩下的你也给他拿回去，顺便给他报一下价格。如果说他以后想卖的话，都可以再出手。中，先谢老板。没事。我这分家遇到了不公平啊！我婆婆重金轻担，给俺小姑子一个大银元，却分给我一个小银元。你这种小一号的银元，在我们行内称为中元，同样是冤大头的话，小的比大的好。我看未必吧，这小的比大的轻多了，肯定是大的好啊。你主要是对银元不懂，你看你这个中元品相各方面还是不错的，尤其是它这个发丝几乎是没什么磨损，并且字口啊，你看也不存在弱打，笔面褒奖还很不错。你不要一味的只盯着大小看，我所说的好就是它这个价钱好。你别安慰我了，我又不是30小号了啊！俺小姑子那分成那个大1号，我感觉比我这重的2、3倍。哪有那么重的重量啊？普通我们常见的冤大头也好，各种其他银元也好，刚好是这个中元的1半重。重1半也不少了。你要是加工首饰的话，我这个能加工1个，俺小姑那个最少再加工2，这公平吗？那你往这方面比较的话，那确实没那小姑子的多。但是现在银元不比以前了，都涨价了。谁也不会傻到拿银元去加工银首饰了，反倒是从价值上来比较的话，
你这个中原啊，肯定是占优势的。哎，你说我占便宜，我心里就可坏。这分家明明分到了小嘞，你却还在这里说风凉话。我没有说风凉话，也没有嘲笑你的意思。恁婆婆虽然说喜欢那小姑子，但这次啊，你却是最大的这个受益者。我真没感觉出来，那这里面还有什么误会不成？确实里面有误会。作为恁婆婆分家，有可能她这个多少一碗水没端平，家里边也就2块银元，这手心手背都是肉，喜欢小姑子就分给她一块大的，然后给你们一块这个小的中原。明面上不懂的人啊，看来是你吃亏了，但实际啊，你却捡个大便宜。你越说越迷糊了，我都不知道我占啥便宜了，就这一点小东西，难道比我们那小姑子那个还贵了吗？对，你这个小1号的中原确实比大的袁大头贵，只不过恁婆婆还有那小姑子他们俩不懂罢了。那你都给我说说呗，难道我这次怎么那么走运？你这个运气确实不错。银元能值多少钱啊？说实话还真不是看它们的大小重量来衡量的，最主要的参考标准就是它这个稀有量。为什么说你运气好嘞？像这种中原啊，在民国那时候就发行了一个3年的元分，是属于辅币。你搁过去啊，2块中原才能兑换1块那个袁大头，因为过去是银本位。跟你说实话吧，就像这种中原啊，它的含银量没有那袁大头高。都说这个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，所以在过去像这种中原，要的人少，发行量也就少了。你现在人手上看的就是它这个稀有量，所以1块中原能顶3到5块袁大头的价值。而你这一块，它说实话这品相各方面都不差。通过它这个发丝你可以看一下，这个银元没怎么流通过，原相也比较清晰，内齿字口这都是属于全身打的。总之啊，是中原的弱打的常见的现象，而你这个倒没有弱打，而且包浆也是非常完美，各方面综合来看的话，卖个大几千完全是不在话下。那如果能卖好几千的话，我就不用想着去加工银首饰了。对，你卖个几千块的话，你还加工什么银首饰？你直接可以买黄金的了。那我小姑子那个能卖多少钱？和我这长得差不多。小姑子那个和你这长得差不多的话，那就是袁大头。袁大头3、8、9、10，除了8年的值点钱，你像3年、9年、10年，现在一个市场化也就1000多块钱吧。那个确实不多卖的。对。那我把这个小的卖了吧，我去买3个黄金小戒指，给俺婆婆一个，给俺小姑子1人1个吧。你这个提议比较好，还真没看出来啊，你这是妥妥的好儿媳。好嫂子啊，反正都是婆婆给的，让他们知道我多卖了钱也不合适啊，对不对？啥都不说了，就冲你这人品，我得给你点赞，得向你学习。那谢谢老板哈。没事没事。